王一博被有组织有预谋抹黑 ，DeepSeek 发布道歉声明，打击网络犯罪，刻不容缓。北京时间7月1日，一条京城国企贪官被判死缓的词条悄然登上热搜，随后有大批 IP 有组织有预谋发布了相同信息，暗指知名演员王一博参与拍摄的相关影视作品与其关联，企图带动社会舆论，让其身败名落。其图，时闻热马贪官时任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北京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于2021年7月6日被抓捕归案。而王一博拍摄的电影《长空之王》热烈拍摄时间在该名贪官落马之后的2021年11月以及2022年5月。更有意思的是，被抹黑的2部作品同时获得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评选的第17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这是国家认证的代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最高水准的文艺作品。从公示信息可见，热烈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申报，而《长空之王》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国务院国资委、陕西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委宣传部联合申报。但谣言者利用 AI 制搜的弊端，截取部分不实信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大范围传播，形成大数据采集错误，属实让人震惊。经过相关核实， DeepSeek 因内容审核疏漏，传播了关于王一博与李爱庆腐败案的不实关联信息，发布道歉声明，承认违规采用未经证实的谣言，永久撤回事实表述并清理违规内容，并承诺配合王一博团队法律维权，并支持其追究造谣者责任。道歉声明经公证处公证，明确赔偿王一博因事件产生的实际损失，含律师费、精神损害等。此次事件充分暴露了部分无知者对国家律法的漠视以及藐视，建议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也敦促王一博团队最大力度打击恶意造谣者，你们的不作为将会助长无知者的气焰。呼吁所有粉丝文明追星，理性追星，切勿失去理智，打着以爱为名的名义成为违法犯罪者。看到《长空之王》本周6天亮登央视电影频道累计超12轮的重播来力挺王一博，才知道什么是咱妈用行动对谣言最好的回击啊！这25年了，咋还会有人拿法治咖碰瓷争国家标杆项目的啊？还是王一博拿下最新第17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的热烈和《长空之王》2部助力王一博横扫学院派金鸡奖提名、国家级华表奖影帝提名，集中宣布最高文化类官方主流价值观最高认可奖项的作品，真脑子瓦特了！当咱妈单位没审核呀？不说这5个1代表每3年评选一次，光这些个省级国家级的推荐单位和电影奖项最高600万的奖金，你就知道重视的含金量了。不管是大鹏导演说的热烈杭州亚运会主题电影街舞圈严选，有且只有王一博的量身打造也好，还是刘晓志导演说的航空工业集团领头真实还原歼20试飞场景，真机实拍主动邀约王一博拍摄也罢，这些红得发亮的项目时间线上都是在某法制咖里某某21年7月被查入狱后开拍的，光气运上我都觉得谣言倒反天罡，明明王一博的红色主旋律资源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某人被查入狱后直线起飞的，毕竟以前拍的剧也好，电影也罢，都没这么根正苗红的了。一个代表国家有实力有力量是咱家硬实力，一个代表人民有幸福有追求是咱家软实力，都是走遍世界各个国家电影节，从开幕到外交庆祝，实打实内宣利器外宣必备的标杆项目了。先不说传谣真就像王一博的歌唱的愚蠢的不会打住，我都怀疑他们立场上别有目的了，更别说2部作品燃是真燃，拍摄苦也是真苦。不管是那年最冷的西北荒漠里苦练增肌，剃头改发型，推掉了所有工作和外界的日常，全身心的沉浸在戏里，发着高烧都咬牙坚持的长空之王，还是杭州最热的那个夏天，倒挂在半空中14轮一次次去力争完美效果，手磨破了傻乎乎笑着转移话题，膝盖受伤也坚持打封闭完成拍摄的热烈，真想替他发声说，所有努力都不该被谣言伤害。王一博好不好，咱妈公检法联网一轮轮门清着呢，这些年来看他28首小红歌唱遍咱妈各大单位，唱进咱妈各大活动，哪哪都有他，货真价实，年轻一辈最拿得出手且红得可怕的代表，知道真金不怕火炼，谣言模糊不了正向的视听，但在自己商业价值第一的顶流黄金期，没有接各种平台古偶换成恋爱拍戏赚钱，比所有人想象的更珍惜自己演员羽毛的青年，吃苦能吃苦，一步一个脚印，你从河南走出来，靠自己打拼走到今天的励志代表，更不应该这样被人恶意造谣抹黑，你说是吗？这个王一博的这个攀岩和他的这个纪录片的获奖，跟咱们今天要聊的传统攀岩有什么关系呢？最近就是有他攀岩的这个路透图嘛，然后他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面，那些很专业的攀岩的人就说啊，他这个是传统攀岩，就是他是真的在玩这个东西。哦，这么硬核啊？对，而且就是他之前发起并参与拍摄的这个纪录片，就是叫《探索心境》，然后他也获得了这个泰利奖。这个奖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奖，被称为美国电视界的奥斯卡。他跟他一起获奖的还有这个贝爷和德爷，就是这些很厉害的国际的探险家，他们的作品一起获奖。他也是因为这个攀岩，他就从这个舞台上面走到了这个荒野，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传统攀岩的魅力。传统攀岩到底有什么
让人着迷的地方。传统攀岩它最核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最接近攀岩运动的这个本源的，就是你在岩壁上面所有的保护点全部都要你自己去设置，对，然后你要完全的对你自己的安全负责。这个就跟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运动攀岩是非常不一样的。运动攀岩它是有预设好的挂片，你直接就可以把你的快挂扣上去就可以了，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哦，这听着就很刺激啊！对，就是完全要靠自己啊。没错。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场地都是在天然的岩壁上面，它的路线也不会说给你标好，对，你上去之后全部都要自己去寻找，包括你完了之后，你还要把你所有的保护点全部都拆下来，就是它是一种无痕的攀岩，对，它是一种你在跟自然在对话，你也会很清楚的意识到你在这个自然当中的位置是多么的渺小。那王一博这次在这个红岩峡谷，他挑战的这几条传统攀岩的线路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红岩峡谷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它是一个由砂岩形成的一个岩石的迷宫，然后它因为这个铁的氧化物，所以它会有这种红色呀、橘色呀、棕色呀这种非常浓烈的色彩。它的这个日出和日落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它也是全美最有名的传统攀岩圣地之一。它有超过2000条开发好的攀岩线路，其中有很多都是这种多段式的传统攀岩，就是你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去完成它。它的难度也是从非常简单到非常难都有。就适合各种水平的攀岩者。哇，那听起来就是一个攀岩爱好者的天堂啊！对，然后这次他挑战的这3条线路呢，就是也非常有代表性。比如说有一条叫 Epinephrine， 它是一个485米的一个多段传统攀，它有一些烟囱的技巧，就是你要很柔韧性、很控力，也需要你有很好的传统攀的经验。还有一条叫 Chrysler Crack， 它是一个25米的一个宽裂缝的挑战，就是你整个身体都要塞到裂缝里面去，用你的膝盖用你的肩胛去卡住，一点点的往上，非常非常难，对体力和心理都是一个极限的考验。还有一条叫 Lotte Boss， 它是一个60米的一个多段的，对于初学者比较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线路，所以它也是很多攀岩者用来热身或者是说巩固自己的技术的这样的一条线路。传统攀岩作为一个看起来非常酷的运动啊，那如果说新手想要入门的话，有哪些建议呢？我觉得传统攀岩因为它的这个自由度比较高，然后风险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技术和装备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先学会运动攀岩的一些基本的技巧，包括绳索的操作，包括一些保护的知识，你才能够去开始尝试传统攀岩。听起来这个入门的门槛确实不低啊。对，不光是技术，还有就是心理。因为你在传统攀岩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些粉线给你标好的，你也没有人告诉你你要踩哪里，然后你所有的都是要自己去判断，这个坠落的风险也是要你自己去承受，所以这个心理压力其实比技术更难。所以我觉得就是新手的话，还是可以先从室外的运动攀开始，先把自己的体能和技能都练好了，再逐步的去了解装备，了解怎么去布点，再慢慢的去挑战传统攀岩，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全。